嗨，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我是EA，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哦，跟孩子谈钱。那今天呢是2021年的6月9号，今天是我们第4集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收入。收入呢有2种。那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讨论了要如何赚钱，就是透过工作。透过工作呢来创造价值，例如说我们举的例子是像远古的时候有猎人打猎，或者是农夫耕种，然后呢透过这种方式来创造食物，这也就是他们创造的价值。那像现代的社会呢，最近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像这个医生护士治疗病人，或者是呢科学家发明了这个疫苗，这个也是他们来创造价值的一种方式。那所以呢，像各位如果家里爸爸妈妈平常去上班工作，其实也是在提供各式各样的这个产品或服务，然后呢在工作中去解决问题，创造了价值，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会得到每个月的薪水或者奖金，这个就叫做一种工作的收入。那除了工作收入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赚钱的方式，叫做投资收入。我想请问一下伊人，你觉得什么叫做投资？投资就是存钱。投资就是存钱没错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投资方式。那所谓的投资呢，其实我们从字面上来解释就是投入资金或者是投入资源所谓的资源可能就包括像时间或者是人力这些都是。我们举个例子像之前我们有讨论到一集的内容，就说为什么要存钱？他们想问一下伊人，你的钱都存在哪里，你知道吗？钱存在银行。对你的零用钱压岁钱大部分都存在银行，所以存在银行的时候，银行会给你利息，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投资。那你知道把钱存在银行你可以拿到多少利息吗？只能拿到0.8块，1块都没有。对 0.8 连1块都没有这个是我们目前台湾的这个定存，就是说你把钱呢存在银行里面，约定好放1年，那1年之后呢，银行会给你这个我们通常呢这个利息会用一个百分比的概念来计算，也就是说每100块里面，那它会配给你多少的利息所以刚刚伊人讲的是说每100块大概是大概是 0.8 也就是说1块钱都不到，所以呢就是一个 0.8 0.7 0.8 的一个利率那所以这个其实不多其实算是非常少。所以呢，存钱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储蓄这件事情，虽然很简单，它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投资方式，也很安全。可是因为利息实在是太低了，所以有很多人会想要冒一点险冒一点风险去找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投资工具，那么可以得到更好的、更高的一个回馈这个就叫报酬率希望有更高的报酬率。我们举例来说像有的人可能会去买房子或者买店面来出租，这个叫投资房地产或者呢是像我带着你跟姐姐我们每个月会买的这个叫基金ETF， 或者是有的人会去买股票这个也是一种投资的方式。那再甚至有些人会去尝试创业。所谓的创业呢，就是跟可能他自己或者跟朋友合伙开店做生意等等。那透过这些工具这些工具呢，在我们的理财的桌游课里面又叫做资产资产。那透过这些投资的工具或者是资产所产生的收入就叫做投资收入或者是资产收入。好，关于投资呢，我们再跟大家举个例子像我们在第1集的节目里面呢Jessie 举了一个关于这个下金蛋的鸡这个故事。那请问一下，你觉得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农夫他每天要收集这个金蛋，然后呢把它带到这个市场去卖，这样的收入是属于工作的收入还是投资的收入？工作收入。叮咚，答对了是工作收入。
如果按照我们改编的结局啊，就是这个农夫呢，把这个金蛋拿去成功的孵蛋然后孵出了一只又一只的金鸡这个时候呢，他一个人可能就忙不过来了，所以呢，他就决定要花钱成立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金鸡农场，然后呢，也聘请了一些工人来分工合作，大家一起来帮忙。可能有的人负责呢去打理这个鸡舍，有些人负责照顾这些金鸡，那有些人呢负责把金蛋送到市场去卖。那么大家各司其职等到这个农场的运作上了轨道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猜猜看，这个农夫的收入是工作收入还是投资收入呢？答案是投资收入因为农夫就不用再像以前一样一颗一颗的把蛋每天拿到市场上去卖，因为呢他借由这个投资，然后呢建立了一个农场，这个农场也就是所谓的一个资产，透过这个资产呢来帮他赚钱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其实投资呢就是一个用我们的钱来帮我们赚钱的一个概念。所以呢讲到这边啊，你们觉得为什么我们要投资？投资的好处是什么？长大以后如果没有钱就可以用。长大以后没有钱就可以用这个想法蛮有趣的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像刚刚这个农夫的例子啊，他如果万一有一天生病了或者老了，没有办法再去这个卖鸡蛋卖金蛋的时候怎么办？他有一个农场，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农场，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农场，他投资了之后呢，他就可以靠这个农场继续帮他赚钱。所以我们要做投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要帮我们增加一个额外的收入管道在自己的原本的工作之外呢，创造第二个收入的来源。这样子万一有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些状况，比如说老了生病的时候呢，也可以多一个收入的选择来支持我们。那说到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个观念其实刚刚Ian讲的也没有错其实教育也是一种投资就像有些爸爸妈妈会帮孩子们安排一些才艺班或参加一些特殊的课程或者培训或者呢像我跟我的太太也会帮我们的孩子选择这个体制外的学校，那就是希望能够像上一次我们聊到这个叶丙成老师的观念，能够让孩子呢早一点认识自己，也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呢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分跟专长，然后培养出能够面对未来的能力所以培养了这些能力之后呢，也希望他们在未来自己的工作上能够创造出他们的价值。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家长对于这个投资的一种支出对不起，对于教育的一种支出其实也是一种投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钱的秘密。你知道钱的真面目是什么吗？不知道。钱的真面目其实叫做信心。什么叫信心呢？如果我现在用一个古代的贝壳要跟你买东西，例如说我用贝壳跟你买你的 Switch 好了，你会愿意卖给我吗？不一定，除非那个贝壳跟 Switch 的钱一样，比如说 Switch 要5万块，那个贝壳卖也可以卖5万块，我才会想要换。这样子，好，就是这个贝壳也要很值钱跟 Switch 一样有价值，对不对？但是呢，大部分的情况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现在贝壳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的稀有了但是呢这个贝壳在古代的时候呢是被大家当作钱来用的那为什么到现在呢它要很稀有才会被大家来接受？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对贝壳没有信心那再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去买东西，我们都会用纸钞，对不对？这个纸钞呢其实它就是一张纸，可是呢那个很多人对他很有信心。对，你知道对，因为呢这个纸钞呢它虽然只是一张纸，可是因为它是由政府来统一
印刷跟发行的，那有政府的保证，所以呢，其实是因为大家对政府有信心，所以我们在买卖东西的时候啊，大家都愿意用接受这个纸钞来当做钱的这个工具来使用，所以其实钱最重要的能够之所以当做钱来用，是因为大家对它有信心。那像这几年啊，开始流行一种叫做虚拟货币就是像我每个月会带你跟姐姐啊，在网络上面模拟练习去买的这些什么比特币啊、以太币啊等等。那你知道这些虚拟货币实际上是什么东西吗？不知道。不知道很正常其实这些所谓的虚拟货币，它就是一些虚拟的数字跟密码它就是用一些数学公式啊去计算出来的一些特殊的密码。所以呢，其实它跟甚至于你像纸钞，我们还要印纸钞，这些密码甚至于连印都不用印，然后你看也看不懂，摸也摸不到它们就存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但是为什么这些虚拟货币会越来越流行呢？就是因为有越来越多人对这种虚拟货币很有信心他们相信这可能是一种未来的趋势，所以当这个信心的规模越来越大到一个程度之后啊，未来真的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新的钱那像今天就有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国家通过了把他们这个比特币当成他们国家的一个法定的可以使用的一个流通的钱所以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新闻那我不知道这个以太币啊，或者是比特币以后是不是真的会越来越这个流行热门变成真正的一个钱。不过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继续做的呢，就是持续的来观察学习。我想答案等你们长大了也许再过10年应该就会更清楚了。好，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请伊恩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他的笑话时间。栗子掉到地上会变成什么呢？栗子掉到地上变成还是栗子啊？是什么呢？血淋淋的栗子。血淋淋的栗子这个蛮有趣的。好，谢谢伊恩。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或建议，都欢迎留言，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FB 社团朱利安和孩子谈钱，让我们一起来交流跟学习。别忘了帮我们开启小铃铛，给我们一点鼓励谢谢大家。祝大家防疫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